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AI 读心术。研究团队来自罗马第二大学、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大学。他们发现解码大脑的秘诀在于简单的线性对齐，而不是增加架构复杂度。这颠覆了以往的做法，只需线性映射和对比学习就能还原看到的图像，还能精准复现听懂的故事和沉浸的音乐。该方法名为检索式脑解码，强调对齐而非复杂性。该技术基于检索，在大脑信号与刺激间建立映射，为未来读脑机研究提供了全新方向。人类一直梦想着拥有真正的读脑机。如果能把大脑皮层的神经波动直接翻译成画面、文字和音乐，那将打开一扇通往认知隐秘世界的大门。这里涉及视觉、语言与音乐三大感知模态，每种模态都需要从大脑信号中提取对应的语义。这不仅是技术挑战，更是理解意识本质的追求。实现它需要跨越神经信号与外部计算空间的鸿沟，而这项研究正是朝着那个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。过去脑解码的常见思路是用复杂对抗复杂，微观神经元是非线性系统，研究者便堆砌深层黑盒网络，但这种方法导致过度拟合，模型被噪声淹没，计算效率极低，消耗极高的算力资源。更关键的是，它破坏了大脑原有的语义几何结构，如同在迷宫中盲目绕路，找不到正确方向。深层网络反而扭曲了神经信号的本质模式，这证明增加复杂度并不能解开大脑密码。解密大脑的关键不在于增加复杂度，而在于找对对齐方向。非线性深度网络表现不佳，会破坏原有的语义几何结构。线性对齐加上对比学习，性能反而全面碾压复杂模型。它保留了极其清晰的概念空间，没有扭曲数据。这一发现颠覆了以往用复杂对抗复杂的思路。证据是两种方法在同一任务上的直接对比，线性方法更简单却更有效，说明方向比深度更重要。大道至简在脑解码中同样成立。大脑中的概念并非离散词典，它们以高维向量的形式存在。语义相似性由向量距离与角度反映。猫和狗在坐标系中相距很近，而红色汽车则离它们较远。这种空间结构保留了自然语义关系，它为线性对齐提供了基础前提。对齐方向比复杂模型更关键。现代 AI 将图像、文字、声音转为高维嵌入向量，这与大脑概念存储方式完全一致。大脑与 AI 正在使用同一种向量语言，这意味着二者拥有高度相似的语义几何结构。这一关键发现为直接对齐奠定理论基础。多种基础模型如 CLIP 等都已采用这种方式。大脑向量空间与 AI 空间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能够通过映射实现跨模态的翻译。线性映射用矩阵将大脑向量对齐到模型空间。线性变换的核心公式 Z 等于 W 乘以 X， 简洁地描述了映射过程。它拒绝使用复杂的非线性结构，以免扭曲空间。因为大脑和模型都采用高维向量表示形式，所以线性变换将脑波动直接平移到模型空间中。线性映射用线性变换替代复杂非线性结构，这一过程保留了大脑原有的语义几何结构。线性映射避免过度拟合，大幅降低计算代价。对比学习是第二个核心魔法，它不再计算每个像素的绝对误差，领回归试图拟合每个细节，结果模糊散乱。对比学习的哲学是只看相对关系，它拉近预测点与真实目标点的距离，同时让不匹配的干扰项被排斥得更远。这种策略保护了大脑语义的几何结构，与线性映射配合，实现精准对齐。完整的读脑流水线包含5大步骤。第一步，让受试者观看图像或听故事与音乐。第二步，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大脑活动区域。第三步，引入受试者专属对齐矩阵，消除个体差异。第四步，通过线性映射与对比学习对齐到 AI 前空间。第五步，在前空间中检索最匹配的刺激样本。这一流程统一处理视觉、语言和音乐3种模态。整体架构保持简单线性变换，不破坏语义结构。每个人的大脑结构都不相同，这对脑解码提出了重大挑战。如果不做个体对齐，可用数据量会严重不足。解决方案是引入受试者专属对齐矩阵，简称 AK。它就像一块棱镜，将不同人的个性化脑波统一折射。目标是把所有信号映射到一个标准的共享功能空间。去除这一层后，图像前3准确率从 43.58% 暴跌至 36.5%，
足以证明对齐层的关键作用。这一设计让多人的数据得以合并训练，大幅提升模型鲁棒性。同一线性对比架构，通吃3大感知模态。视觉任务匹配 CLIP 基于 NSD 数据集，语言任务用 LLLAMA3 HUEH 数据集，音乐任务用 CLAP 基于 GTZAN 数据集。核心架构保持完全一致，仅更换刺激物。3大模态均取得突破，验证方法普适性。这种通用性源于线性对齐，保护语义结构，同时避免为各模态设计专用网络的繁琐。线性对比学习在3大模态中全面胜出。图像任务中，线性 CL 达到 43.58%， 领回归为 29.53%， 非线性模型为 39.51%。语言任务中，线性 CL 达到 66.25%， 非线性模型为 61.70%， 领回归为 51.33%。音乐任务中，线性 CL 达到 57.97%， 领回归为 49.10%， 非线性模型为 52.30%。简单线性对齐效果最佳，且保留语义结构。视觉解码要做的是从 fMRI 信号还原你看到的画面。输入是15724维的 fMRI 数据，输出映射到 CLIP 图像前空间的512维。系统的前3准确率达到 43.58%， 随机盲猜的命中率仅为 0.31%。这说明模型能从庞大图库中精准定位大脑所见，准确率远超随机水平，验证线性映射保留语义。视觉解码的成功印证了大脑与 AI 共享向量空间的假设。3组视觉对比图展示了大脑检索的惊人语义一致性。第一组浴室场景，目标图为洗手台，检索图均为不同视角的现代化浴室。第二组网球运动，目标图是女选手挥拍，检索图捕捉到相似动作姿势。第三组长颈鹿，检索图虽出现斑马，但多数仍保留草原动物主题。这些结果证明，线性映射保留了图像的高层语义，而非像素细节。尽管像素不完全一致，动作、物种和场景信息被精准还原。该方法在430多张图库中捞出正确语义，远超随机盲猜。它表明大脑视觉皮层用向量编码抽象概念，而非存储精确画面。这为闭锁综合征患者通过意念选择场景提供了可能。语言解码旨在复述受试者听到的自然故事。研究者使用16小时自然播客故事作为材料，模型将大脑信号映射到大语言模型的空间中。大脑语言中枢与大型语言模型表现出高度对齐，其前3位命中率达到 66.25%， 其成绩明显优于非线性的 61.70%。这表明线性映射在语言模态同样表现优异。语言解码为大脑叙事研究打开了新路径。语言解码实例展示系统如何捕捉语义精髓。系统不只抓取散乱词汇，更理解整句话的核心含义。原句提到香烟和亲吻2个关键词，检索结果完美匹配了这些核心语义。即使句式不同，系统仍能精准对齐。这表明模型真正理解了上下文关系，语义匹配能力远超简单词汇对应。音乐解码任务覆盖10种流派，从古典到金属等。输入数据来自受试者，聆听音乐时的脑部扫描。模型连接的是音频大模型的嵌入向量空间，最终准确率达到了 57.97%。这一结果显著远高于随机猜想的命中率。听觉皮层中的神经频率与音频特征高度吻合，古典的舒缓与金属的狂躁都被精准捕获。这表明大脑对音乐的编码同样遵循线性对齐。声波频谱图清晰，显示目标与检索曲目惊人重合。通过图形颜色的疏密，可见纹理与能量密度一致。古典乐频谱呈现垂直条纹，3张图几乎难以区分。金属乐频谱颜色密集且明亮，同样高度相似。纵轴为频率，横轴为时间，二者直观展示声学特征。2组对比都表明线性对齐，完美保留了音频频谱结构。这证明不仅语义被捕捉，连声学纹理也被成功还原。这为音乐解码提供了清晰且强有力的视觉证据。热力图对比直接揭示了2种方法的本质差异。领回归的热力图亮点凌乱分散，没有明显对角线结构，这表明它被噪声淹没，无法形成集中的语义匹配。线性对比学习的热力图则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对角线，箭头指向高度集中的语义匹配点，响应精准对齐。
两者都使用 0.0 到 0.5 相同颜色刻度尺，对比公平。证据说明，找对齐方向比算绝对误差更重要。对齐保留语义几何结构，绝对误差则易受噪声淹没。为何解码大脑时线性层反而更好？答案藏于 fMRI 的物理平滑效应中。微观神经元放电本质非线性且混乱，但 fMRI 做了空间与时间上的平均化。这种平均化使最终信号变成宏观线性的，因此原始数据在物理层面早被线性化。强加非线性算法会扭曲语义几何结构，还会放大噪声，明显降低解码准确性。三大解码流派对决矩阵显示线性对比，学习优势。计算代价领回归线性 CLD， 非线性网络黑洞。领回归优化目标绝对误差，线性 CL 保护几何。抗噪能力中，线性 CL 斥力排噪强，领回归较弱深度非线性网络放大噪声，最终表现仅为中庸。最终表现上线性 CL 全面制霸，其他两种垫底。解码大脑的关键在于对齐方向，而非增加复杂度。大道至简被数据验证，简单模型更高效。这项研究揭示解码大脑的核心并不在于模型复杂度，线性对齐加对比学习就能精准还原视觉、语言和音乐信号。fMRI 的宏观物理平滑效应让微观非线性在宏观上呈现线性，因此强行使用深层非线性网络反而会破坏语义结构并放大噪声。在三个模态的对比中，线性对比学习全面击败领回归和深度网络，其计算代价极低，抗噪能力却极强，保护了原始语义几何。该技术未来可应用于意念交流，帮助闭锁综合征患者发声，甚至有望实现梦境的无损记录，打通人脑与 AI 的直连通道。大道至简，对齐而非复杂，是脑机接口领域的重要启示。